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紫、程毅新剧打对台，从荧屏情侣变对手，映射出演员的转型野心。7月24日，杨紫主演的《长相思》开播，与程毅主演的《莲花楼》狭路相逢。昔日的沉香 CP 在这个暑期档打起了擂台。值得一提的是，程毅在《莲花楼》中以神医的身份亮相，杨紫更是一出场就村头接生，让应渊和严旦如今隔空有了梦幻联动。脱去了白衣飘飘的仙侠服饰，杨紫和程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成长型的角色，而两人在剧中也有着不少相似之处。昔日神仙眷侣变江湖游医，沉香如屑中，杨紫饰演的严旦遇到了程毅饰演的神君，灵动女主搭配高冷男主，开启了生生世世的虐恋情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在仙侠虐恋遍地的如今，杨紫和程毅在新剧中也都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改变。一、脱去仙气飘飘的服装。沉香如屑中，仙气飘飘的服化道随处可见，但长相思中，杨紫却没了精致的妆容，穿起了粗布衣裳，在街头吆喝起来。长相思中，杨紫扮演的文小六死里逃生，隐居在清水镇中，化身为男子的小六，吃饭时大大咧咧，吸溜声不停，酒足饭饱后随意的用袖子一擦嘴，一个讨生活的江湖游医形象就跃然纸上。为了塑造好这个角色，杨紫还在片场主动要求导演把自己画得更黑一点。同样的，莲花楼中的程毅也不再是不染凡尘的神君，反而扮猪吃老虎，面对铁甲们找麻烦的时候更是主动示弱，哪里有半分一言不合就开打的神君模样。二、人物角色更加丰富。相比于生于天地以拯救苍生为己任的神仙设定，莲花楼中的李莲花有过年少桀骜不驯的时候，但经历了生死一线，李莲花遇见昔日对手，却只是淡然地表示自己学会了烧菜，享受闲云野鹤的生活。长相思中，杨紫饰演的文小六被欺骗被抛弃后，有着更强的戒备心。当小弟提出想要救下小乞丐时，小六上去就给对方一个大耳光子，直言这里缺什么都不缺可怜人。看到老木和医馆伙伴被羞辱的时候，小六的眼神从漫不经心到杀气十足，情绪流畅转变的同时，也让观众意识到古偶剧中的男女主早已不是善心大发的白莲花，反而对人性窥探的更多。三、演员演技更加细腻。为了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程毅也拿出了更细腻的演技。莲花楼中李莲花时隔10年后再见恋人乔婉冕，后退半步的动作和当初的桀骜少年判若两人。李莲花不顾危险救出乔婉冕，两人不仅见面不相识，乔婉冕对玉镯的在意也让李莲花意识到，昔日恋人心中早已住进了他人。他的眼神中不是责怪，而是释然。没有生生世世的虐恋，这样物是人非无可奈何的 BE 感同样戳中观众。长相思中，杨紫饰演的文小六本说好了与叶17里应外合，但一回头看到叶17消失时候，眼神从期望到震惊再到苦笑释怀，一个眼神就让观众看到了他充满遗弃和孤单的成长历程。虽然作品刚播出，观众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目前来看，细腻的剧情和丰富的人物性格显然给了杨紫和程毅更多演技发挥的空间，让观众看到了他们的转变。背后是演员对转型的思考。回看演员本身，杨紫和程毅也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是童星出身，但是杨紫的演艺之路发展的并不顺畅。杨紫还曾在采访中表示，很多观众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要去演仙侠剧，
但事实上自己在演青云志之前根本无戏可拍。2024年，由诛仙改编的仙侠玄幻剧《青云志》播出，杨紫在其中饰演冷傲痴情的陆雪琪。虽然被不少粉丝指责不珍惜羽毛，但这部作品的确帮杨紫打开了人气。后续杨紫更是凭借仙侠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爆火。当时的青云志中也有程毅的身影，只是当时这一配角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水花。直到2024年，仙侠剧《琉璃》上映，程毅才凭借痴情的司凤一脚走红。2024年，昔日在青云志中甘当绿叶的杨紫和程毅合作了《沉香如屑》，再次演绎仙侠虐恋。当初坐在一起笑看别人采访的两人，早已成为了观众眼中的沉香 CP。此后，杨紫和程毅似乎遇到了事业的瓶颈，古装一直都脱不下来。程毅成了常驻横店选手，时时刻刻是古装剧新造型。杨紫寻求挑战转型出演的女心理师，却口碑两中天。莲花楼和长相思这两部由知名小说改编的作品，不同于以往谈情说爱的古偶剧，反而以更加宏大的场景讲述主角历经人生难题后的成长历程。对程毅和杨紫来说是舒适区，也是新挑战。不过，两位演员显然也将新作品当作自己转型的契机，并付诸了行动。拍摄花絮中，杨紫和张晚意片场对戏，原声台词震响横店两条街。杨紫在塑造形象文小六这一街头游医形象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和导演再三核对，丝毫不见偶像包袱。程毅也开始在作品中使用自己的原声，为了突出江湖气息，一遍又一遍地拍摄打戏，力求打戏流畅有力度。面对转型的瓶颈期，程毅和杨紫并没有就此告别古偶，而是不断的尝试。如今的长相思和莲花楼，无论是剧情还是角色形象，都不同于以往剧集，其中也可以窥探出两人相同的转型思路。